试婚纱那天，我一开门就看见闺蜜穿着我的主纱。先生，您和您太太真是天仙配，这件高定主纱简直是为这位小姐量身打造的。哎呀，你别乱说，我不是。阿成，阿婉快到了，我们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这件包起来吧，你再去库房随便找一件更便宜的。阿成，这件可是阿婉订好的主花呀。她在婚礼上凑合一下就行了。最漂亮的裙子，当然是要送给你呀。喂，君悦酒店吗？我是林婉。对，这婚我不结了，场地取消。娃娃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哭成这样？是不是顾城那个混小子欺负你了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妈，我想取消婚礼。好，不结就不结，咱们林家的女儿受不得半点委屈，爸妈支持你。阿婉，这次你可得给我包一个大红包，我和阿成给你挑了一下午呢。苏软软，你以什么身份自主张换我的主纱？软软是为你好，这件事情听她的。顾城是门门皆进满分的理科状元，苏软软是16岁考上艺术学院的天才，而我除了家境优渥，似乎什么都拿不出手。前20年，我每分每秒都在拼命追赶你们的脚步，可到头来才发现，这场3个人的故事我从未被邀请。又来了，友谊的升华，拿这么多年的情谊来逼我就范。顾城，你可真会算计。行啊，反正这婚我也不打算结了。林婉，你这随便是什么态度？软软从小父母双亡，我们3个又是一起长大，你为什么要在咱们大喜的日子猜疑我和你最好的闺蜜？你是不是小题大做了？顾城，你比谁都清楚，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嫁给你。20年前你攥着我的手发誓，等我长大，要给我买下贵为最漂亮的婚纱。一晃20年，少年的理想依然是你最华丽的婚纱，只不过是换了意中人罢了。方总，是我林婉。大晚上的找我，怎么终于想通了？是，您之前让我去云州市带那个项目，我现在接。之前我磨破嘴皮子你都不去，说舍不得你那个未婚夫和好闺蜜，现在舍得了？我后悔了，从前我已经选错一次了，这次我要把错误掰回来。好，职位还给你留着，随时准备交接。门槛高，给办着。成哥，你给我买的这双鞋跟太高了啦，我都走不稳了。阿婉，看看你家顾城，马上快结婚的男人还幼稚的跟小孩一样。谁让你生理期还非要吃冰淇淋？阿婉真是工作狂，以后你俩都去上班，留我一个人独守空房可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难不成你要住在我家？是，我考虑过了，婚房必须给软软留间房。他提出这个要求，无非是想结了婚，仍然保持和苏软软过分亲密的关系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阿婉，快来看看，咱们赶紧把婚礼场地敲定下来。这是过世的奶奶在生命最后时刻为我设计好的水墨画中式婚礼现场，也是我一开始就选定的婚礼主题。婚礼怎么能是这个色调搭配的？黑白灰的，多晦气啊！不行不行，不好意思，阿婉，我们昏头了，怎么还把这一页印出来了？阿婉，这种水墨调太素了，拍出来黑乎乎的，而且现在谁还办中式啊？土不土啊？可我喜欢，这场婚礼我才是主角。林婉，你好好说话，软软也是为了我们的婚礼好。一个死人设计出来的东西，也不怕婚礼上膈应。你闭嘴！好痛！那是我奶奶。你忘了你10几岁来我家学画，是谁一遍遍给你看画稿？是谁手把手教你调墨？是谁费尽心思把你托举进华美艺术学院？苏软软，你有心吗？林婉，你发什么疯？软软说的是实话，你为什么永远活在你奶奶死去的阴影中，甚至不惜搞砸我们的婚礼？婚礼就按软软的意思来，你那套东西还不够晦气的。别哭了，我们走。
还想用冷暴力逼我低头？随便你。昨晚，你看这个前品牌的颜色，顾城哥说我挑的粉色比你那个死气沉沉的红色好看多了。还有这个灯光，顾城哥亲自盯着调的呢。只能靠在别人婚礼上像狗撒尿一样到处标记，暗戳戳宣示主权。苏软软，你可真够下作，也真够可怜的。林小姐，跟您确认一下，咱们这边婚宴取消了。好的好的，林小姐，我这边确实查到您已经取消了，所以场馆正在进行的布置是顾先生在主导。那您还有什么吩咐？等等，经理，既然顾先生这么有兴致，你就配合他，不管他要加什么高档套餐都给他上，账单直接挂在他名下。另外，把迎宾牌上的名字……明白了，林小姐，我这边有数了。顾城，我会为你送上一份令你满意的新婚礼物的。软软，我不是不想娶你，可我的事业刚起步，林婉他爸手里握着人脉，我不能这个时候翻脸。更何况我和阿婉也谈了这么久，很多事情绝不是靠情字就能说清。可我最爱的只有你，哪怕不能以夫妻的身份。上个月林婉拉着我去庙里求姻缘顺利，可我对着那尊佛像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你，是你。难怪当时在寺庙里我催他许愿，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，原来是不想对着佛许一个有关我的愿望。距离航班起飞还有5个小时，距离原本定好的婚礼也不过7个小时。想让苏软软在婚礼上艳压我，真是煞费苦心。我不爱你了，当然不会扮成新娘嫁给你了。顾城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哼，林婉又耍大小姐脾气呢，把我微信拉黑了。别管他。婉婉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每次不是晾他2天，他就自己红着眼眶跑回来求我和好。师傅不接亲了，直接去酒店。好香的玫瑰味啊！这布置的真漂亮，简直完美到无可挑剔。布置的再好有什么用？连接亲的规矩都不顾了，一点礼数都不懂。顾城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放着我们的照片？这新娘怎么换人了？这不是伴娘苏软软吗？新郎搂着伴娘结婚，真新鲜啊！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林婉，你居然敢逃婚！阿成，你别急，阿婉她肯定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只是把我扔在这儿当猴耍！顾先生，婚礼现场已全部布置完毕，这边需要您签一下最后结算单哦。什么玩意儿？新娘都跑了，你还让我签这种账单？顾先生，所有方案调整和物料增缴都是您和苏小姐逐项确认签字的。您看，我们按照苏小姐的指示，请来意大利亚高奢婚庆设计的大师请欧文的设计呢。更何况，顾先生的新娘不是就在您身边站着吗？婚礼即将开始，您有什么理由不支付账单？你怎么会搞得超出这么多预算？那个破蛋糕足足有5层，谁吃谁吃！现在林婉跟人间蒸发一样，你让我一个人负担所有开销？是你说的，让我全权负责。
那两个人现在大概正对着68万的账单互相撕扯吧，像两条争食的野狗，把20年情分咬得血肉模糊。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呀。结亲，我这次真是有些过分了。阿婉肯定是在家等我，等到气疯了才关机。成哥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还有脸来？把你当亲儿子看，你就这么糟践我闺女？叔叔，您别打他。今天是阿婉和顾城大喜的日子，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好好说。苏软软，你16岁没了爸妈，我把你接到家里来住，把你看作我的第2个亲生闺女。可你居然敢背着我闺女和顾城这个混账东西搞在一起！叔叔，我知道您生气。林叔叔，您别生气。可阿婉最近真的不太对劲，她和她那个老板走得太近了，又常常半夜才回家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些误会。阿婉肯定不是故意逃婚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个白眼狼！哎呦，林家闺女红杏出墙了，难怪新郎跑这儿来闹。看着挺文静一姑娘，怎么干出这种事儿？叔叔，我今天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把话说清楚，林婉逃婚的事儿我可以不计较，只要你现在打电话把她劝回来，婚礼延期也行，一切我都既往不咎。真够恶心的。但这是酒店婚礼场地的结算单，68万4千是他单方面取消婚礼造成的损失，按理该他承担。更何况我为了给阿婉一场完美的婚礼，已经掏空积蓄了。您这个做岳父的怎么说也得承担一部分吧？你还敢让我承担？看我今天不……顾先生好大一张2皮脸，我真是开眼界了。少方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叔叔好，我是林婉的老板方曼婷。老板，按照原计划，我今天原本是要以证婚人的身份去酒店的，只可惜人生头一回证婚，就见着这么荒唐下作的新郎，还是算了吧，真够晦气的。方总，我确实常听阿婉提起您，可这是我和阿婉的家事，您一个外人插手不合适吧？外人帮助我的核心员工逃离无耻未婚夫的骗局，是我这个当老板的职责所在。林婉在我公司干了3年，我从前一直好奇，为什么云州是那么有潜力的项目，她死活不肯去。现在我终于等到她点头去云州了，你又跑来她家门口撒泼，顾城，你说我该不该管？方总，您真的误会了。今天这事真的是阿婉自己，是她自己先逃婚的，我们谁都没料到她会这么绝情。苏软软，你在公司干了2年，年薪67万，你该不会真以为凭你自己的举例？方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16岁就考上了华美艺术学院，是不假。可在现在的就业环境里，要不是林婉低三下四的求我，你以为你这种货色进得了我公司的大门？不是的，方总，我的设计方案明明……你那点水准，我手下随便拉个实习新人做出来的方案都比你强100倍。至于你每个月那5万多的工资，根本不是公司发给你的，全是林婉拿自己的项目提成私下补贴给你的。他说你从小没了爸妈，想让你日子好过一点。可你呢？你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造你最好朋友的黄瑶？可你怎么会想到我也是你的老板啊？从今天起，他不用来公司了。通知人事，立刻落实对苏软软的开除决定，全行业通报。好的，方总。方总，我错了，求求您手下留情，不要开除我。要是被公司单方解雇，我在设计界就彻底毁了。方总，
纵然你位高权重、财大气粗，可你凭什么插手我和林婉的婚事？就算他闹脾气不结婚了，那也是我和他之间的私事，你算什么？是啊，他确实是不和你结。林婉托我正式转达，婚礼取消，从今以后你俩没有任何关系。顾先生，我是方总公司的法务，这是林婉小姐预定意大利定制主纱的合同，金额8万，已付全款。我苏有义务为员工提供法律援助。经查，那件婚纱现在穿在苏小姐身上，所以我现在代表林小姐向你索取这件婚纱的相应价款。凭什么？那婚纱是订婚阶段就说好了林婉家出钱的，8万块钱对他家算什么？你们凭什么找我要？顾先生，可我明明看见那件漂亮婚纱是穿在苏小姐的身上呀，不问自取就是偷。难不成你想带着你的小情人进监狱办婚礼？陆长，你怎么结婚？算了，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，我认。方总，阿婉她到底在哪儿？您告诉我，我去找她，我去道歉。顾城，他走了，他不要你了。我为了你连工作都丢了，可我们的婚礼是现成的，我们不要管那么多，勇敢点在一起不行吗？滚！我直到今天才看清自己的内心，才看清你的真面目。从始至终，我爱的都是林婉。顾先生，我看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的人生要因为一个绿茶完蛋了。阿婉，我去找你，我这就去找你。阿婉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阿婉，我卖了车，还有手里持有的股票，才凑够了买这个的钱。从前我对你太坏，给我个机会弥补吧。我最想娶的人，自始至终只有你啊！顾城，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让你把这里借的，想要挽回你我的爱情，还有我和苏软软的友情。可你们如此有默契的选择背叛我。不是的，阿婉，你说你从始至终爱的是我，苏软软只是借口。可你的真心早已在无数个瞬间偏向了他，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事情。你搂着他选婚纱，你撕毁我奶奶的遗作，你肆无忌惮的偏袒他，欺负我。顾城，你不能这么欺负一个真心实意爱了你20年的女孩。阿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忘记我，然后重新生活吧，跟苏软软或者跟任何人，别让我看不起你或者恨你。阿婉，别走！不过，苏软软不会就此熊把手的。方总，这就是你们公司的诚意？原定的负责人临时玩失踪，现在随便塞个新人来糊弄我，这合同我看没必要谈了。王总，负责人的事儿是我们的失误，但这位林婉是我亲自调来云州的，这块业务他比谁都清楚。王总，您急着走，是因为我们原定的报价超出了您的预算，还是因为您觉得我们给出的利润空间不足以填补您在渠道上的风险？你什么意思？您看这里，按照原方案，您的确要承担15%的渠道风险，但如果您愿意在首期款上让步3个点，我们可以把这部分风险完全转嫁到我们的供应链上，让步换让步，那算这笔账是不是更划算？这方案是你临时想出来的？方案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要能达成共识，谁来谈不都一样吗？今天这场硬仗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林婉丁威受命，不仅挽回了客户，还拿下了更好的条件。林婉，从今天起，你正式转正。另外，这个项目的分红算你一份。谢谢方总，我会证明您的决定没有错。听说他是从老家逃婚跑来云州的，连未婚夫都不要了，够狠的。难怪拼起命来不要命，原来是没了退路。不过就凭他今天这手腕，那未婚夫估计也是被他玩得团团转吧。
这半个月你接连啃下3个难啃的小单子，外面那些看戏的嘴都闭上了，热身结束，该动真格的了。云海新区的整体规划案，方总，这盘子是不是太大了？怎么怕了？这项目足以改变公司未来3年的格局。我之前在总部最多只负责过单体项目，这么庞大的前期牵头工作，我确实怕接。林婉，你能力不缺，缺的是一层杀伐决断。以前你为了迁就那个渣男，主动压缩自己，把自己困在舒适圈。现在你是一个人，没人拖你后腿，你还不敢放手去闯。我不甘心退缩，但我需要公司全力的资源配合。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，我只要结果。我接，前期这块硬骨头，我保证给您啃下来。那个为了顾城蹉跎20年的林婉，已经死在试婚纱那天了。现在的我，只为自己赢。喂，丽丽，大半夜的怎么有空找我？婉婉，你最近是不是在云州？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先别激动啊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今天在隔壁林氏出差，好像看见苏软软了，她到处跟人打听你的近况，还四处问你在哪家公司上班。你确定是她？绝对是，那副楚楚可怜、到处装弱者的样子，我化成灰都认得。你小心点啊，她这人邪门的很。被开除后，指不定憋着什么坏水呢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告诉我，丽丽。苏软软，你果然不肯安分，你这种寄生虫，怎么可能白白出现？婉婉又打到你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求你给我个当面道歉的机会好不好？苏软软，这里是云州，不是你演苦情戏的舞台。这是你以前最爱吃的那家栗子糕，我排了2个小时队买的。婉婉，我被顾城骗的好惨，我现在一无所有了，我只想跟你说句对不起。行啊，来都来了，去茶室坐吧，别在门口丢人。婉婉，看你现在状态这么好，我心里也好受点。你现在在这家公司做到高管了吧？混口饭吃罢了。你呢？大老远跑来云州，找好下家了？就是瞎头鬼。我名声毁子，哪还有正经公司敢要我？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接了不少大盘子，你肯定很忙吧？还行，刚接手云海新区那边的业务，千头万绪的。云海新区那可是块大肥肉啊！我之前看新闻，那边最大的投资方好像是……你消息到灵通？没有，我就是随便看看新闻瞎猜的。婉婉，只要你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方总，苏软软找上门了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他又想玩什么花样？他姿态放得太低了，句句都是的商业信息渠道，查查他在这座城市的落脚点，还有他最近接触过什么人。没问题，对付这种寄生虫，必须抢在他动手前看清他的底牌。我马上让人去查。查清楚了，你这个好闺蜜根本没在正经找工作。星辉资本、锐创科技，她这几天频繁出入的，全是我们云海新区项目的竞争对手。她一个被全行业封杀的人，凭什么能进这些公司的门？除非她手里有他们想要的筹码。云海新区那可是块大肥肉啊！我之前看新闻的好像是正经。你消息到灵通，我大意了，他根本不是来道歉的，他是用东拉西扯的闲聊套出了我眼下正重点洽谈的大客户名字——鼎盛集团。他盯上了我真正的猎物。张总，鼎盛那个项目，我给您加了3个点的利润空间，算是咱们多年老交情的诚意。小林啊，你办事我向来放心。当年我公司最难的时候，是你陪着跑前跑后，这情分我记着呢。张总客气了，不过我今天给您透个底，最近可能有不长眼的人拿低价去烦您，没什么，就是我这边故意漏了点风声出去。要是有人找您，您就当看个笑话，顺便帮我探探底。又憋着什么坏水呢？行，我心里有数了。苏软软，舞台给你搭好了，别让我失望。林婉，你以为躲到云州市就能翻身？你手里的东西我照样能抢过来，报价比林婉低2成，再附加上华美艺术学院的独家设计资源，这么大的诱惑，我就不信这个张总不动心。只要拿下这单，我看林婉在公司还怎么混。不行，得把话说得再恳切点，显得我是真心为他公司考虑。低价截胡，还敢打着华美的旗号，真当做生意是过家家呢？小林，看看你身边这都是些什么下本人？邮件我转你了，你自己当心点儿，别被这种苍蝇坏了心情。搞定，林婉，你死定了！猎物进笼了。张总，这是我连夜为您量身定制的企划案。我知道林婉也跟您接触过，但恕我直言，他的思路太保守了。您看看我的报价和执行节奏，绝对能让您的利润空间再翻1倍。哦，利润翻倍，
苏小姐这口气不小啊。那是自然。这份方案的核心数据可是我花了大心血，独家拿到的。林婉能给您的，我能给；他给不了的底价，我也能给。苏小姐确实下了功夫，不过第3页这个关于云芝市下沉市场的转化率预估高达35%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这个数据模型你是怎么推算出来的？综合评估出来的。哪个成功案例？云州市的竞品基数是多少？你方案里提到的引流渠道，上个月刚被平台封加了接口，你打算怎么绕过技术壁垒？这接口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找外包团队，对，技术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苏小姐，你连方案里最基础的逻辑闭环都解释不清楚，前后数据打架，引用的政策还是去年的废案，你管这叫量身定制？不，张总，您听我解释，这方案的核心机密绝对没问题，这可是我从林婉那里偷来的。你真以为自己捡到了宝？这份漏洞百出，连实习生都写不出来的废纸，是林婉故意放在那儿，专门用来钓你这种心术不正的人的。你们合伙耍我？耍你是你自己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拿着一份假方案跑来我这里招摇撞骗，还妄想踩着别人上位。苏软软，你的专业能力和人品在云州市的圈子里，今天算是彻底烂透了。我们绝不会和底线如此之低的人合作。门在那边，不送。你们给我等着！林总，这出戏你看得还满意吗？张总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帮我清理了门户，也省得以后再有苍蝇来打扰我们的合作。现在，我们可以谈谈真正的云州市下沉市场计划了。张总，刚才那份只是个开胃菜，这才是我们公司为您量身定制的最终方案。好，这数据模型，这市场预判简直绝了！林总监，你这方案不仅补齐了所有的漏洞，连我们明年的扩张计划都考虑进去了。张总过奖了，合作讲究的是诚意和实力，而不是那些见不得光的偷鸡摸狗。不用再看了，就冲你这份专业和诚意，这合同我签了。方总真是好福气，手下有你这么难得的人才，以后云州市的市场绝对有你林婉一席之地。合作愉快，张总，干得漂亮！这单拿下，你在公司算是彻底站稳脚跟了。林婉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绝不会让你在云州市好过。林总监，今天这仗打得太漂亮了，敬你一杯。就是跟着林总监干，以后绝对吃香的喝辣的。大家辛苦了，这杯我敬大家。孙总，您可得替人家做主啊！那个林婉仗着有方曼宁撑腰，不仅抢了我大客户，还当众羞辱我，断了我的财路。就是他，就是最近在云州市风头正盛的那个新总监。他野心大着呢，今天敢抢我的单子，明天恐怕就要动您的蛋糕了。一个刚来云州市的黄毛丫头，也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？孙总，只要您肯出手帮我教训他，我保证以后手里所有的资源，咱们云州市彻底混不下去。好，既然他这么不识抬举，那我就教教他这云州市的规矩到底该怎么写。孙总，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李哥、王哥，看看吧，孙总那边可是带着12分的诚意，薪资直接翻倍，外加新项目的分红和钢条件确实被他留人，新项目刚起步，这时候走不太地道。林婉婉对你们不薄，他不过是拿你们当垫脚石罢了。等项目做成，功劳全是他一个人的，你们能分到几个钱？良禽择木而栖，孙总可是大公司，平台比林婉那个草台家子强多了，机会只有一次，错过了可就没了。行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字我签了。这就对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林婉，我看你这次怎么翻身。林总，出事了！网上突然爆出大量黑稿，说您学历造假、履历注水，现在客户圈里都在传。匿名爆料，时间卡得这么准，看来是有人急眼了。舆情发酵得很快，有几家媒体已经打电话来问了，怎么办？别慌，你去把我入职时提交的学历证书原件、学位网认证截图，还有过去3年负责有项目结案报告全部调出来，打包备用。新项目推进的怎么样？我看你们今天状态不太对。挺好的，林总，就是最近加班有点累。这个项目对公司很重要，对你们个人的履历也是重头戏。只要扛过这阵子，奖金和晋升都不会少。林总，我们知道。外面那些关于我的谣言，你们不用理会，我会处理干净。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稳住团队，把手头的活干好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林总，对不起，家里有点急事，这活我们干不了了。方总，李明和王强刚递了此重，同时网上爆出了几篇针对我的黑稿，说我学历造假、履历出水。张总那边看到新闻，已经在群里问情况了。挖墙脚配上泼脏水，这手段够下凿的。你慌了吗？我只看怎么解决。
这是你入职时公司做过的全套背景调查，连你大学拿过几次奖学金都清清楚楚。法务部马上以公司名义发一份红头文件声明，把林婉的真实学历和举例全网公开。另外，直接点名那几个发黑稿的营销号，发律师函追究造谣责任，绝不私了。谣言我来破，客户那边你去稳。声明一出，张总那边自然会明白是谁在搞鬼。都停下手里的活儿，李明和王强走了，但张总的项目明天一早必须交粗稿，天塌不下来。小赵，你接手核心数个模型；小李，你负责视觉排排。婉姐，这可是核心模块，我们以前只给李哥他们打过下手，万一搞砸了……我看过你们的底稿，你们缺的不是能力，是机会。现在机会砸到你们头上了，敢不敢接？敢！婉姐，我们听你的。好，今晚我陪你们熬，哪里卡节我来兜底，干活。被动挨打的日子结束了，该出击了。苏软软女士是吗？您的加急同城件，请签收。散布诽谤谣言，恶意挖角，追究刑事责任。林婉，你敢拿这种东西吓唬我？真以为一张破纸就能翻盘？接电话啊，老狐狸！这个时候装什么死？林总监，你们公司现在一团乱麻，你不在家丢火，跑到我这里来喝茶，心可真够大的。火已经灭了，我当然得来看看放火的人。孙总，看看这份大礼，还满意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随便弄几张假图就想来炸我？假图？孙总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不会连证据链的完整性都看不懂吧？苏软软那个蠢货拿了您的钱，连聊天记录都不知道删干净。恶意诽谤加上不正当竞争，涉案金额足够立案了。孙总，您说要是这份材料交到京城大队，或者直接发给您的董事会，您这半辈子的商誉还能剩下多少？林婉，你别太嚣张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都是那个苏软软自己搞出来的。我今天来，只要提醒寄生虫，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，值得吗？律师函已经送到苏软软手里了，孙总，留给您切割的时间可不多了。备车，去楼下。孙总，您终于出来了！林婉那个贱人给我发了律师函，您得帮我找最好的律师，我们不能让他得逞。苏小姐，请你自重。孙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搞垮林婉的吗？闭嘴！谁跟你说好了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外面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。您想过河拆桥，那些转账记录……什么转账？那是我个人资助你这个无业游民的慈善款。苏软软，从现在起我们终止一切合作，没有说过你再敢纠缠，我先报警抓你。孙总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下。法官大人，我真的没有散布任何关于林婉的谣言，更没有策反他的员工。那些所谓的挖盖，全都是行业里正常的交流，是他们自己对公司不满想离职，怎么能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？婉婉，我因为顾城的事情恨我，但你不能用这种莫须有的传言和误会来毁掉我的事业。法官，这是原告方提交的补充证据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是被告苏软软与我司前员工李明、王强的聊天记录，上面清楚的写着，只要带走核心客户，薪资翻倍，我私人再补10万。这是伪造的，我根本没发过这些。伪造？那这份呢？你匿名发给媒体的邮件 IP 地址，经技术鉴定，至那些客户接见人物金额环环相扣。苏软软，你还要把这些铁证叫做误会吗？天哪，连转账记录和 IP 地址都有，这锤得太死了！刚才装的那么可怜，来背地里手段这么脏。被告面对原告提交的完整证据链，你还有什么要辩护的？我不知道，这些都不是我，是有人陷害我。林婉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你以为几张破截图就能把我彻底踩死？法律已经教你做人了，败局已定，你还有什么可挣扎？让开！你真以为自己干干净净无懈可击了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你那些不愿被翻开的过去，你猜，如果我把它公之于众，方曼宁还会不会这么保你？大家还会不会觉得你是个完美的受害者？林婉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我们走着瞧。林婉，你断了我的路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你不是清高吗？我看你这次怎么洗。云州新贵林婉靠钱咪泽上位，踩着闺蜜往上爬，独家黑料速发。
不起大家占用公共资源了。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和林婉是10年的闺蜜，我把她当亲姐姐。可是她为了上位，为了拿到云州市的核心项目，不仅抢走了我的未婚夫，还联合高管把我赶出公司。我只是个没有背景的小设计师，我斗不过她背后的那些大人物。我今天站出来，只是不想让更多人被她清纯的外表骗了。查查她所在的公司，肯定一丘之貉。苏软软，你还真是狗急跳墙了。所有人，今晚10点线上紧急董事会议，林婉，你必须参加。方总，现在网上的舆论已经发酵了，说林婉公司的机密拿到云州市项目的，客户那边已经有人在问了，这事儿必须有个交代。是啊，正是云州市县项目推进的关键期。暂停职务，临阵换将，损失谁来担？那也不能放任不管啊！万一截图是真的呢？我用人看的是能力和结果。林婉的能力，大家有人提出了质疑，那和公司自然会查。林婉，我给你48小时，48小时内按公司的危机处置流程，证明你必须暂时停职。明白，方总，48小时足够了。苏软软，你以为靠几张伪造的截图就能把我拉下水？打嘴仗卖砍那一套，我没兴趣陪你玩。伪造的截图必然经不起技术溯源，只要找到原始操作痕迹，我看你还怎么编。截图显示，我在10月15日晚上11点下载了核心数据集。果然，系统行为根本对不上。但光证明我没做过还不够，我得找出是谁在那个时间点动了手脚。不是这个 IP， 也不是这个账号。10月15日23点15分，有人用管理员权限访问了星海项目的备份服务器。苏软软，原来是你。方总，找到了，这就是苏软软伪造截图的源头。云州项目核心数据交，这不是你负责的机密文件吗？是啊，他一个行政助理，凭什么能越权访问我的工作文件？而且访问时间刚好是他离职前3天，他不仅看了，还下载了。喂 ，ITT 部老张，带上你的人，立刻停课下手头所有工作，我要调取苏软软在期间所有的系统权限记录和操作日战。对，挖地3尺也要给我找出来。走，去机房。方总，李经理，这苏软软还挺狡猾，他离职前特意清空了表层的访问痕迹，一般人查系统后台根本看不出异常。删得这么干净，做贼心虚啊！能恢复吗？他懂点皮毛，但不懂底层逻辑。只要数据经过服务器，底层日志就会自动备份。我绕过表层，直接从主板缓存里抓取出来了。你们看，离职前那半个月，他利用职务之便借用过2次管理员账号。他不仅下载了云州项目核心数据包，还批量储出了林经理近半年的内部沟通邮件和聊天记录。非工作需要，大量窃取同事文件，单凭这一条我就能送他进去。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老张，把他下载的这些聊天记录和网上爆出来的那些黑料截图做个对比。看这里。网上这张截图里，我说这项目我拿下了，手段不重要；而真实的邮件里原话是这项目我拿下了，竞争对手的手段不重要，我们靠实力。他把中间的话截掉了，然后用修图软件把上下文拼在了一起。不仅如此，连头衔、尖将句全都是通别方记录重新拼接的，难怪能做到以假乱真，连我都差点信了呢。他留在服务器里的犯罪痕迹就是铁证，把所有的底层日志、比对结果全部打印出来，盖上 IT 部的公章。明白。有了这些，我看董事会那帮老家伙还有什么话说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各位股东、客户代表，过去48小时，有人试图用几张劣质截图毁掉我们公司核心骨干的清白，现在是时候看清真相了。这是 IT 部门连夜调取的底层操作日记，大家请看大屏幕。14号下午3点，苏软软越权访问了林婉的加密文件夹，提取了这份名为项目核心数据的真实文件。紧接着3点15分，他利用修图软件将这份文件与伪造的对话框进行了拼接篡改，每一条操作指令，每一个时间春，系统后台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假的，这都是你们伪造的，是你们篡改了系统记录来陷害我。篡改系统记录，苏软软，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吗？这份日志有第三网络安全公司的数字签值，具备法律效力。方总，
林主管的专业能力我们一直很认可。既然误会解除了，我们的合作继续。你被开除了，法务部会根据你的造谣诽谤行为。保安，请他出去。方总，软软他。顾先生，苏软软的事已经定性，不过这份报告里有一点很有意思，建议你亲自核实一下报告最后一页那笔以你名义发生的转账记录。尾号7392，这明明是我的副卡。50万，他居然拿我的卡去买水军黑林婉。方曼宁把这个交给我，意思再明显不过了。这笔钱是从我的账户走出去的，一旦林婉报警追究诽谤罪，我就是负资人，我会被认定为共谋的，我会被连累坐牢的，我的事业全毁了。成哥，方曼宁那个贱人，他居然当众把我开除了，保安还帮我拖出来，你得帮我报仇。我帮你？谁他妈来帮我？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你拿我的副卡去买营销号造谣林婉，苏软软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想死别拉上我！你现在想撇清关系了，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卡是你的，钱是你账户出的，别人只会认为是你顾城怀恨在心，指使我干的。我们早就绑在一条船上了，你跑不掉的。滚！顾城，你别后悔。对，我是顾城，我要立刻发一份公开声明，全网推送苏软软冒用我的名义给水军公司垫付造谣费用，这里有全部的转账记录和流水原件，我马上拍照发给你。听清楚了，在声明里给我写明白，我跟他的诽谤行为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也是被他利用的受害者。苏软软，你想拉我当替罪羊？做梦！要死你自己去死！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电话正在通话。顾城，你居然敢出卖我！你把转账记录全发出来了，你疯了吗？一姐，你听我解释，网上的声明是顾城陷害我，那是他自己转的钱，你千万别删掉帮我说话的帖子啊！拉黑了，张哥，你帮帮我！李姐，连你也信他，连自己男人都坑，惹上官司活该。为什么？你们昨天还在催着我，为什么现在全都在骂我？苏小姐，你失联整整3天了，现在全网都在骂你。我们这边想给你做个独家视频专访，你愿意出镜回应吗？我愿意。这3天，我差点被他们逼得活不下去。我要把林婉和顾城怎么联手陷害我的真相，全部告诉大家。这3天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。网上的谩骂人肉，让我连门都不敢出。但我今天必须站出来，因为我不能再替别人背黑锅了。苏小姐，您的意思是顾城发出的那些转账记录和声明都不是真相？当然不是，林婉仗着自己家里有撇清买房有事，还故意背些转账记录来拖陷害我，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怎么可能斗得过他？我从来没有拿过顾城1分钱，更没有在网造谣，是林婉找人 P 出来抹黑我的。求求大家给我一条生路吧！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开直播演这出苦情戏？他真以为掉几滴眼泪，网友就会把脑子扔了？他习惯了用弱者的姿态去掠夺，这是他最后的底牌。可惜，时代变了。法务部他已经把谎撒完了，按原计划，1条谎言1记实锤，现在开始全面覆盖他的评论区。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我只是一个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牺牲品。安宁集团法务部关于苏软软女士声称未拿1分钱的澄清赴银行流水公证原件，这是假的，这是林婉花钱买的假公证。我操！官方在线打假，求锤得锤，这女的满嘴跑火车。连公证书都敢说是假的，法盲吗？退钱，封杀这个绿茶！现在全网都在看着，法务部放出的这些带有法律效力的证据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你刚才所有人在对着镜头撒谎吗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我，是顾城逼我的，不对，是林婉，是他们合伙，我真的没有。
苏小姐，面对这些带有公章的铁证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被闺蜜打压、替人背锅的言论，作何解释？假的，都是林婉伪造的，他就是嫉妒我年轻，嫉妒顾城爱我，他有钱有势，买通了你们所有人来告我。抱歉，各位观众，因嘉宾情绪失控且涉嫌传播不实信息，本次直播到此结束。别管，我还没说完，林婉是个贱人，你们听我说。干得漂亮！法务部那边说，舆论已经彻底反转了，他以前那些破事儿全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带顾城也被骂上了热搜。他总以为眼泪能掩盖一切，可惜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这笔账今天算是彻底清了。从婚纱店那天到现在，压在你身上的脏水总算洗干净了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好好工作，为自己活。不可能，我还有几百万粉丝，他们不可能全都不信我。你还敢打电话给我？你把我害得还不够惨吗？顾城，你先别挂，我知道你现在恨我，但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谁跟你一条绳？你已经被全网封杀了，别来沾边。你以为林婉放过我就会放过你吗？你听着，我手里还留着一批对林婉不利的旧料，只要你帮我最后一次，我们就能让他身败名裂。你大半夜把我叫到这种地方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现在全网封号还嫌不够丢人？顾城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这里面全是林婉以前在公司的违规操作记录和受贿证据，只要你找几个营销号发出去，他现在的高管是绝对坐稳的。违规操作，林婉做事从来滴水不漏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把柄落到你手里？这日期是3年前的，3年前林婉根本没有接受过这样，根本不是他的自己。你管他是真是假，只要看起来像真的就行了。现在网友就喜欢看这种反转，只要能搞垮他，我们就能翻盘。这些转账记录的伪造痕迹太明显了，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旧料，这是你早年就偷偷伪造好的黑资料，你3年前就在算计他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他凭什么什么都有？我就是要毁了他！你别装什么圣人，当初不也是为了利用他家的人脉才跟他订婚的吗？我们是一条船上，连帮我就是帮你自己。我真是瞎脸，居然会被你这种毒舌骗子团团战士，让我去替你顶雷！顾城，你现在除了我还有谁？林婉早就不要你了。滚！我就是死也不会再跟你同流合污。我到底弄丢了一个多好的人。婉婉，你等一下，就耽误你2分钟。顾先生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赔偿款你已经付清了，难不成是来要收据的？不是的，婉婉，这是苏软软手里剩下的东西，全都是他伪造的黑材料，原件全在这里了。昨晚他找我，想利用这些东西继续搞你，我没答应，我把东西全抢过来了。我分当逆是想帮你扫清最后的隐患。东西我收下了，谢谢你帮我省了让法务去处理的麻烦。婉婉，我知道我以前混蛋被猪油蒙了心，可我们毕竟有20年的感情啊。现在苏软软那个毒妇已经被我赶走了，我只求你给我个弥补的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弥补？顾城，你是不是觉得交出这份材料就能抵消你曾经的背叛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证明我的真心，就是让苏软软穿上我的主纱，让我去穿那件廉价的替补裙。20年被辜负的情分，在我隶属你背叛的那天就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了。这份帮助我领了，但这换不来任何复合的原地。我现在的人生，在这个新城市早就重新开始了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材料送来了，苏软软伪造的那些黑料原件全在这儿了。看他刚才那副不三回头的可怜相，还以为交个投名状就能跟你破镜重圆呢。他太高估自己了，我跟他早就翻篇了，你心里清楚就行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，方总，怎么了？这种自私到骨子里的人，伊藤最喜欢抓着旧情不放。他今天能为了讨好你背叛苏软软，明天就能为了别的目的反咬一口。他还没死心，小心哪天你被他当成软肋来。为什么所有人都要逼我？林婉，你凭什么拥有一切？各位网友，这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。我把这家人当亲生父母，却被他们扫地出门。王阿姨，您评评理，我从10岁就住这栋楼，他们现在不认我，您都看着的。
这软软，你们家里的事我不好说。您不说，网友会说，大家都看到了，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孩被当了20年的养女，就这样被抛弃。我只是想问一句，难道收留一个孤女就是他们林家的原罪吗？他把摄像机都搬来了，这是要上电视。他这是要逼咱们就范。林先生、林太太，请问你们对苏软软的说法有什么回应？林家目前没有任何回应。沉默就是他们的答案。老林，这要是真上网了，婉婉那边不能开门，一打开了，他就赢了。妈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？婉婉，软软带着摄像机来了，在楼道里直播，说咱们抛弃他，邻居都出来看了。婉婉，他在网上直播，说不定明天就上热搜。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你爸又不让开门，可那摄像机一直对着咱们家。爸妈，我回来。妈，纸巾收起来吧，她的眼泪可比这纸巾廉价多了。婉婉，你终于回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走投无路，顾城不要我了，公司也开除我了。你看在咱们这么多年闺蜜的情分上，让叔叔阿姨收留我几天好不好？我睡沙发就行。闺蜜的情分，是你当年冒名顶替我给顾城转账的情分，还是你穿着我的主纱把婚礼迎宾照换成你名字的情分？那都是顾城逼我的，婉婉，我是被他骗了。被骗了？那造谣我出轨也是他逼你的？越权伪造我的签字，泄露司核心项目，甚至花钱收买内鬼在我电脑里植入木马，这些也是顾城逼你的吗？软软，我们家供你上学，给你找工作，你就这么回报婉婉的？阿姨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太嫉妒婉婉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滚！别拿你那脏手碰我女儿！我林建国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这个家以后连条狗都能进，就是你苏软软不行，再敢来骚扰婉婉，我见你一次打一次。林婉，你以为把我赶出来，你就赢定了吗？咱们的账才刚刚开始算。林婉，你把我逼上绝路，我也绝不让你干干净净的当赢家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啊！这白眼狼居然敢倒打一耙，掐头去尾，装可怜！网上这些人都瞎了吗？居然说我们家仗势欺人！听说那个林婉现在混得风生水起，真是得势不饶人。婉婉，你看看这些评论越来越难听了，连你新公司的名字都被人扒出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林婉，网上的视频看到了吗？公关部已经准备好律师函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马上让人全网删帖封号，把热搜撤下来。方总，不用删，也不用发律师函。不删？难道任由他往你身上泼脏水？你现在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爸妈，方总，现在删帖，网友只会觉得我们心虚，是资本下场无嘴。他要的就是我们气急败坏去跟他对骂，越描越黑。你想怎么做？他既然喜欢演弱者，那就让他把戏唱到最高潮。现在去辩解没人会听，等所有人都站在他那边，热度最高的时候，真相才最有杀伤力。妈，以前我总怕别人误会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主动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，让他先蹦跶一会儿。热度攒够了，该收网了。既然他这么喜欢在聚光灯下卖惨，我就给他搭个最大的舞台。冒名转账记录，勾引顾城的聊天剪图，伪造黑料的 IP 地址，再加上这段1秒都没剪过的完整监控录像，你这时间线盘的比法医解剖还干净利落。对付苏软软这种人，不能只打脸，得把他的画皮连根拔起。每一条罪状我都挂了铁证，我看他这次拿什么苦。开始了，舆论风向变了。骂吧，骂得越狠，同情我的人就越多。林婉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怎么回事？这些人疯了吗？不可能，他们怎么会看到完整视频？林婉那个贱人居然敢发出来！封禁，永久封禁！不，我的粉丝，我的热度！林婉，你凭什么毁了我的一切？全完了，我再也翻不了身。还有人能帮我？顾城，你听我说，你必须帮我最后一次。你以为林婉搞死我之后会放过你吗？去堵他，去云州市堵他，逼他把那些东西撤下来，不然我就把你当初怎么算计他家财产的录音全都发给林建国，我们大不了一起死。
苏软软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现在身败名裂，还想拉着我垫背？成哥，我只有你了。我们当初不是说好要一起过好日子的吗？只要你帮我这一次，只要林婉闭嘴，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啊！重新开始？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手里最后一把刀吗？成哥，算我求你，你只要去云州市拖住他，只要让他明天去不了那个什么破颁奖礼，剩下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。好，我去云州找他，你别乱来，等我消息。意外，苏软软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刀疤，苏软软最近是不是找过你？哟，顾老板啊，怎么，你那小相好没告诉你，他可是出了大价钱，让我们兄弟几个去云州市办点事儿。办什么事儿？他给你们钱干什么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呗。他说有个姓林的女人挡了他的道，让我们在明晚的颁奖礼外面蹲点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行了，不跟你废话了，兄弟们还得连夜赶去云州呢。他疯了，他居然雇人去打林婉，他要下死手！林婉，你千万不能出事！林婉，站住！顾城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保安就在外面，我随时可以叫人把你轰出去。别往那边走，苏软软疯了，他找了人在这里堵你。这又是你们俩演的哪一出？苦肉计还是英雄救美？顾城，同样的戏码演多了就不值钱了。我没骗你，他算准了今晚要领奖，想在你最风光的时候毁了你，快给我离开这儿！别碰我，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离我远点就是对我最大的保护。就是他，动手！小心！顾城，滚开！别碰他！走啊，往人多的地方跑！快！林婉，以前是我混蛋，我欠你的，今天还你。你疯了吗？放手，保安马上就来了。别管我！前面就是舞台，你该去台上领属于你的奖。站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曾经我以为女人的幸福是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，不但生我办方复盘交给别人，就随时要做好车祸人一段感情。所以不要等别人来为你披上婚纱，也不要靠谁来托举你的底气，去拼搏，去争取，去握紧自己手里的筹码，因为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。你颁奖礼结束了？结束了。医生说你肋骨骨折，轻微脑震荡，需要静养。这点伤，比起我以前对你做的那些混账事，不算什么。顾城，谢谢你。今天如果不是你，躺在这里的可能就是我了。婉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今天挡在你前面的这个脑子里的时候，叶头就是不能让你受一点伤害。我相信你今天护着我的心是真的，也相信你这一次是真的变了。那我们是不是？医药费和护工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可以接受你的道歉，但我们出院了。今天刚办完手续。林婉，我不是来纠缠你的。这几天在医院，我想了很多。以前我总以为只要买更贵的正式道歉，你就会就像以前一样原谅我，但我错了。这里面没有求复合的话，我只是想把欠了你20年的一个借明明白白写下来。你如果不愿意看，扔了也行。婉婉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不配再奢求你的原谅。这20年，你把我当成全世界，我却把你从网上爬的垫脚石。我承认为自己能掌控一切，其实我只是一个自私到极点的小人。写了3天，改了很多遍，怕写的不够诚恳。我收下了。顾城，那边有个长椅，既然你把话都写明白了，那我们也该找个地方把这些年好好说清楚。走吧，就当是给这20年画个真正的句号。顾城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我原谅你了。婉婉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发誓以后绝不……你误会了，我原谅你，不是为了你，更不是为了给你赦免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那是在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我不想把我的下半辈子耗在对你的怨恨和纠缠里。这份原谅是我给我自己的礼物，只有彻底放下，我才能真正卸下这段包袱，彻底自由。我明白了，是我配不上你。 20年，到此为止。祝你前程似锦。再见。
警察同志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天颁奖礼我只是去凑热闹的，那些打人的人我根本不认识。不认识？那你解释一下，案发前3天，你给这个叫光头强的账户转账5万块钱是干什么用的？那是我借给他的，他家里有急事，我好心帮忙。好心帮忙？聊天记录里你可是明确交代了，在地下车库堵住林婉，给他点颜色下看，最好弄伤他的手，这也是好心。不是林婉逼我的，他抢走了我的一切，他把我赶出公职，想吓唬他。坐下，你涉嫌寻衅滋事，证据确凿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。我不要坐牢，我是天才设计师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过去的翻篇了，以后大家一起赚钱，干杯！林婉不再只是部门总监，她已经正式签署了协议，成为我们公司真正的合伙人。那段消耗我的感情，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终于被彻底甩在了身后。经济独立，精神自由，我终于明白，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。